约尔当街和杀手打了起来，而黄昏就在一墙之隔的商店里。关键是这个杀手和之前那些小喽啰不同，不管是实力还是武器，都是约尔难以应付的，没办法带着任务目标逃跑，只能勉强迎战。可是那锁链变化莫测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约尔完全无法接近敌人，而且不知不觉，他们周围已经围上来一群观众。最让约尔慌乱的是阿尼亚也在其中。阿尼亚自然知道母亲的担忧，赶紧装作没认出来的样子，还大声称赞马戏团的大姐姐好帅气哦。旁边的人立刻被误导，以为这是街头表演，约尔便趁机演了起来，跟随杀手的锁链不停在空中旋转跳跃，围观的人直呼精彩。约尔一边躲避一边思考对策，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脚变得好沉重，如果是以前的他，根本不会这么瞻前顾后，直接就神走位冲上去了，哪怕会受伤，也绝不会有丝毫犹豫。但现在为了不引起观众的怀疑，他只能绞尽脑汁想别的应对办法。不过杀手也和他有同样的顾虑，就在杀手纠结要不要大开杀戒，把周围的人也全弄死的时候，宛如骑行种的约尔直冲上来，同时将一只古无穿过链孔插到地上，身形灵巧躲开杀手的锁链，并且一跃跳到他身后，还顺手夺过了锁链的一头。杀手转过身想用链头攻击，被约尔挥起锁链挡下，一通操作直接把杀手给捆了起来，然后用点穴法让对方无法动弹，翩翩落地给观众们行了一礼。街头杂耍圆满落幕，阿尼亚默默决定以后还是要听妈妈的话。这时他听到了父亲的心声，发现他就要换完衣服了，赶紧回到更衣室门口，假装从没有离开过。下一秒就看到一身混搭的父亲走出来，脚踩章鱼鞋，头顶一坨屎，装饰和穿搭主要凸显4个字：不伦不类。福杰心里还在沾沾自喜，我这怎么看都是个开心又愉快的父亲啊！大手一挥，这身全要了。阿尼亚则一言难尽地看着老父亲，同时说出了大家的心声：丑死了。另一边，杀手头子悄悄撬开了奥尔卡之前住的房间，鼻子一吸就能分辨出空气中各种微弱的味道，包括奥尔卡留下来的香水味。杀手头子掏出通讯器联系情报贩子，问他知不知道目标的动向。情报贩子推断他们可能去了2等舱或者3等舱。杀手头子也猜出他们的逃跑时间是明晚以后，反正到时候肯定会现身。挂断通讯后，情报贩子又听到2个杀手在议论自己，明知道船上到处都是情报贩子的窃听器，这2个笨蛋杀手竟然在讨论事成之后把情报贩子干掉，将他们花出去的钱全收回来。这些蠢货当然不足为惧，不过情报贩子还是决定早做准备。而阿尼亚此时已经困得不行，嘴里却还在嘀咕着要去冒险，一头撞到柱子上，干脆睡了过去。福杰上前将叛逆的女儿抱回房间，约尔和阿尔卡他们也来到了新的房间，检查过后没有发现监听痕迹，才暂时放心。格雷也终于可以不再压抑心情了。这啥呀？怎么还真有杀手啊？妈妈，我想回家。阿尔卡对这个没用的小弟嫌弃的不行，教育儿子以后可不能像这个叔叔那样没出息。但是既然格雷这么害怕，为什么跟着他一起冒险呢？那当然是因为爱了。多年前战争刚结束的时候，还是小孩子的格雷差点饿死在路边，是奥尔卡偷偷给了他一个面包，那块面包也就成了格雷待在这里的理由。当然除此之外，也有他不愿意和新首领同流合污的原因。那个坏东西竟然要去巴结主战派，意图再次调剂好不容易才结束的战争。他让奥尔卡放心，等那群人来了，自己一定会把他们痛扁一顿。话音刚落，就传来敲门声，瞬间吓得汗毛直立。结果来的人是部长，部长让任务目标今晚好好休息，约尔会好好守卫他们，自己则掏出了一箱子弹，准备今晚巡逻甲板，尽量削减敌人战力。临走之前提醒约尔专心执行任务，否则所有人都会死。约尔瞳孔骤缩，意识到部长这是在点自己呢，立刻恢复专业性，交代了奥尔卡和格雷一些注意事项，然后关上灯，坐在门口守卫。在如此静谧的环境中，才想起来今天都没来得及联系福杰和阿尼亚。和杀手战斗的时候脚变得沉重，或许是因为他害怕会受伤，没办法跟那2人解释，以至于无法继续待在那个家里。但他又想起了奥尔卡话，不断提醒自己不能本末倒置。他是为了能好好工作才组建假家庭的，怎么能反过来因为家庭而不专心工作呢？与此同时，布兰克正牵着邦德在公园溜，正埋怨福杰自己出去玩，把麻烦事交给自己做。突然一个女孩子牵着狗过来搭话，布兰克大惊，原来遛狗还能和小姐姐搭讪，当即问邦德要不要来当自己家的狗。阿尼亚快回来呀，再不回来狗都要变成人家的了。而福杰则趴在栏杆上眺望大海，怀疑人生。阿尼亚带给福杰的心理阴影究竟有多大？他原本自信自己不管何种情况下都能保持冷静，然而想到阿尼亚今天的种种表现
线和表情，不戒意识到自己还是太自大了。他甚至连一个5岁小孩在想什么都看不懂。不过身为谍报员的他怎能害怕未知，发誓自己一定要跨越这道难关。不知不觉太阳已经从海平面升起，现在已经是航行的第2天了。部长先去通知2个不知情的工作人员，说格雷夫妇吵架了，没心情游玩，让他俩自由行动。2人白得了1天假，美滋滋。勇者阿尼亚也开始了第2天的冒险。走着走着，突然回头瞪了富杰一眼。他昨晚不小心睡着了，今天必须得赶紧找到母亲帮他的忙，为此必须甩掉这个碍事的父亲。刚好他们路过了高尔夫球场，阿尼亚赶紧拽着富杰进去，打算趁他专心打高尔夫的时候偷偷溜走。可惜他忘了间谍黄昏可是10项全能，还没等他实施逃跑行动，富杰就全动一杆进洞结束了战斗，还让他也试试。笨手笨脚的阿尼亚一不小心就跟高尔夫杠上了。富杰觉得成功的体验还是很重要的，既然如此，就让他打到心满意足吧。就这样，阿尼亚浪费了一整个上午，中午吃饭的时候都怒视富杰，心想下午一定要甩掉他，然后把人拉进了图书馆。结果这里面的书富杰全部看过，反倒是他自己看漫画看得津津有味。接下来的拼图、滑冰、魔术表演也全都是阿尼亚自己沉浸其中无法自拔，于是一个下午又浪费过去了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阿尼亚怒气冲冲瞪着富杰，富杰心中大惊，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瞪我？明明刚才还玩得那么开心。他拼命思考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，听得阿尼亚都有些不好意思了，赶紧表示自己很享受冒险，只是妈妈不在，感觉有点寂寞，他想和爸爸妈妈在一起。富杰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孩子想妈了，安慰阿尼亚明天会去问问约尔有没有空的，想起来今晚甲板上会放烟火，说不定约尔他们也会去看呢。阿尼亚立刻开心地说要去看。与此同时，约尔接到了部长打来的电话，说接应船已经准备就绪了，但是敌人的包围网也已经逼近甲板周围，所以他们要换装离开这里去其他地方。殊不知情报贩子也拦截到了联络电话，杀手们已经在眼线的指挥下在某个地方埋伏他们了。